殿下在里边等你，公子请。臣范闲，见过长公主殿下。听说你师从费介，医术高超，婉儿的病，如今也有了起色。只是恰好知道些偏方。可有治头疼的偏方？头疼病因诸多，老师当年教到此处也是颇为头疼。就真的没什么好法子吗？倒是跟老师学了些按摩的法子，或许能够舒缓疼痛。给我试试。怕是不太方便。范大才子怎么这么古板？过不了几日，你便是我儿子了，怕什么？既是长辈有命，自当遵从。开始了吗？你这手法也是和费介学的？老师传授的任穴之法。确实舒缓了许多。主要是为了活血，血脉若是供给脑部不足，也会头疼。费介何时教你的？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。倒是没想到，范家和监察院却是走得这么紧密。或许只是家父与老师的私交。当年他们确实认识。啊，对了，你奶奶在儋州可还好？身体好得很。那就好。当年我最喜欢你奶奶，总是喜欢跟在她后面。奶奶一向护短。听说你开了个书局。淡泊书局，贻笑大方了。总比裹在朝政里安全。牛栏街刺杀，吓着你了吧？臣时时记得。听闻你有个护卫死了。他叫滕子京，不只是我的护卫，也是我的朋友。生离死别，在所难免。殿下说的没错。我说了什么好笑的事吗？不是，我就是想着刚刚那些话，觉得好生有趣。哪里有趣？一个布局刺杀的，反过来安慰被杀之人，这不好笑吗？牛栏街刺杀是我安排的，也就是说，你那个朋友也是死在我手上，这不好笑吗？怎么不按了？你一个人安排的？是想问太子知不知道吧？是，我虽支持太子，但也不会事事告知。林拱偷偷投靠到我手下，太子一概不知。说起来，林拱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可惜死得太早。我听说，你一直想为那个护卫报仇。他叫滕子京，死人的名字就不用再记了。这仇还报吗？广信宫里这会儿一个人都没有，你想干什么
就能干上。还犹豫什么？报仇不是你只想做的事吗？难不成是我的身份吓着你了？还是说你那个朋友终究是白死了？刚才还漏了个穴位，现在好点了吗？你按得真好，现在只是有些轻微的不适了。那我再多帮您按会儿。嗯。臣倒是要向殿下道谢。谢我？谢我杀你吗？谢殿下为我解惑呀！到今天，总算知道要杀我的是谁了。不客气。多问一句，儋州那次刺杀也是我，是为了担心内库大权旁落？开始是。后来呢？后来觉着你这个孩子有意思，有意思的人杀着才有趣，不是？殿下好眼光，我也觉着自个儿有意思。刚刚就没想着动手，想了。怎么又收了？臣想跟殿下打个赌。说。刚刚我要是动手了，今日此事便是小臣丧命之事。我说的对吗？好啦，出来吧。你这么聪明，我越发觉得你有趣了。那您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，臣先回去了。如果刚刚没有人埋伏，你会杀我吗？别急啊，来日方长嘛。这个问题，殿下早晚会知道答案。我等着。我走了。有意思。又见面了，燕统领。还会再见面吗？周先生来了！北齐使团已经入京了，庄莫涵也在其中。京都内不少读书人都赶去城门迎接了。天下士子皆尊庄莫涵为师，他此次来，怕是想影响谈判的利弊吧？
怎么谈陛下定读书人，起不了作用的。还有事啊？院长，这几日院内暗潮四起，属下收到风声，有不少人渴望破坏这次谈判，想重启战事，一举平定北齐。院长明鉴。京都事宜，你一处担当，看紧点吧。若暗中谋划者是院内同僚呢？此乃国事，为情愿。属下明白。北齐使团到了，若鸿胪寺真的要和他们和谈，一统天下，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。不必慌张，使团若是死在京都，自然谈不下去。死了使团可以再派，现在北齐一败再败，怎么也不敢再挑起战事了。若天下文宗庄茂涵也死在京都呢？若庄默涵被杀，则战事不可避免，陛下也将继续用兵，一举攻克北齐。到时候，公子也可以从北齐国都回归，不必再身陷险境了。我做这些，不是为了救我的儿子，而是为了我庆国千秋万代的大业，为了有朝一日，我们能见到天下归一。严大人真是深明大义啊！长公主承认了。现在想想也都连起来了。李云瑞既不希望我进京迎娶婉儿，更不希望内库落到我的手里，所以才假传监察院密令，要让我死在儋州。可是你没死，所以牛栏街他又试了一遍。现在他再要杀我，可不仅仅是为了利益了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林相有一句话说的真切，长公主不是婉儿的生母吗？那个女的是疯的。正常人根本不会把真相告诉我，更不会用自己的性命诱我动手。这个女人确实是疯了。疯了？一个疯子不是更好对付吗？她不一样，越疯越危险。要不要告诉陛下？没用的，没有证据。就算他亲口承认，却没有其他人证。那怎么办？要斗长公主，急不得，还是先把眼下事情做好。后宫的路线你还记得吧？记着。画下来。范闲少爷，老爷叫您去书房。你先画，我去看看什么事儿。范大人，范大人，久仰范大人才子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少年风流哦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气宇轩昂啊！您哪位啊？在下鸿胪寺少卿，辛弃墓。鸿胪寺？对呀，大人啊，以后咱们都是鸿胪寺的啦，没事要关照关照。不是，我不是太常寺协律郎吗？大人以后就是鸿胪寺的啦。你暂时去鸿胪寺做事儿，天大的干系，要小心办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大人还不知道哈。北齐和东夷的使团早就进了京都城了。这我知道啊。这个北齐是来求和的，这个东夷是来赔罪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朝和北齐使团谈判，大
大人是这个接待副使是吧？我啊，对呀，就是您呐。那陛下都下了旨意了，还能有假呀？所以我着急忙慌的，赶快来请大人移驾鸿胪寺，咱们看看去，好做准备呀。是真的。哎呀，大人请，大人请。大人您看啊，这儿就是我们过几日和北齐使团谈判的地方了。到时候还要仰仗大人的风采。等等，啊，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。有何不解啊？我对此事毫无经验，怎么会选择我参加谈判？您这样不就是明知故问了？好好说。当然是太子和林相的推荐了。太子跟林相？是啊，二位大费周折，就是为了让大人一帆风顺，赢得名声啊！哎呀，这个大人有什么觉得不妥的地方，尽管跟辛某说，辛某为您排忧解愁。辛大人啊，您是4品，我是8品，您追着我喊大人，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这不有句俗话吗？叫有志不在官高。有这句俗话吗？有啊，当然有了。像大人这么年轻有为，是吧？还有太子和林相扶持，那今后的前程不可限量啊。另外呢，我也跟大人透露过消息，我也是太子门下。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太子门下。大人不带这样的，你又给我开玩笑逗我玩。您要不是太子门下，那怎么那么看重您呢？咱们还是说说谈判的事儿吧。哎，好。大人啊，是这样啊，对方使团里边有个叫庄墨涵的，除了他，别人您不用给他们好脸色。庄墨涵。瞧什么呢？你看那朵云，哟，今儿闲情雅致啊，像不像是一堆银子啊？果然还是你的风格。哎，你说我要是把这一堆银子给拿回家，那我夫人跟小女得多高兴！咱是要回府是吧？郎青莲，你听说过庄墨涵吗？我知道啊，今天进的城。这全城读书的种子啊，都去参拜了。威望这么大，读书人都知道啊。庄墨涵文坛巨匠，行走于这人世间的活圣人，天下读书人的老师啊。你不知道？你不也是读书人吗？我不算。哎呦，您可自谦了。您写出了传颂天下的诗句，您不算读书人呐。走吧。哎。怎么了？影子大人，陈萍萍找我有事儿。有人要杀陈院长，天底下要杀陈萍萍的多了，不出半个时辰就要动手。他现在人在哪？监察院里。那就没事儿，没有重兵，谁能冲进监察院杀人？现在院长身边已经没人了。没人是什么意思？庄墨涵进京了。这跟庄墨涵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庄墨涵进京，才是改变的前提。院里都知道，要再挑战我，只有刺杀庄墨涵。可是，院长已经派医处保护庄墨涵了。是，医处的诸葛已经倾巢而出，3处的废界不在京都，其他各处的强势战力也被我分别调离。今日监察院内在职的，都是我们的人，那也不足以强杀庄墨涵呐。
庄墨涵是幌子，我们要杀的是陈萍萍。你来了。无路可走了，下地牢。你们都清楚，院里真正阻挠我等再起战火的，始终是陈萍萍。他若一死，监察院就会掌控在我等中党手里。到时候激励陛下攻灭北齐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他也是人，我费尽心机造成今日局面，今天不杀，再没机会。杀了陈萍萍，监察院大权就在你我手中了。事已至此，再没退路了，动手吧。范公子，李李姑娘一会儿了，正被追杀呢。追杀？按一下那个。这里面就是地牢的最深处了。里边关的都是祸害天下的魔头，先进去再说。这里边就安全了？也不算太安全，有很多人知道这条路。平时他们要给犯人送水送饭，有时候还要把尸体拉出去。那咱们躲进来有什么用啊？甬道狭窄，可以抵抗。那不早晚还是一死？哎呀，死路！这下糟了，我不能死啊！我未曾与夫人讲过，我私自就死了，那她一定会生气呀。这般境地，你怕的是婆娘生气？死生事小，夫人是否同意事大，你不懂。司礼礼在外边会怎样？他们要杀我，自然不会留活口的。牢房钥匙扣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管别人？钥匙。等我一下。这孩子不错呀。什么事？啊，什么事？监察院内乱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快走，他们随时可能冲下来。你把我带来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要死？我答应过保你性命，就是死你也得死我后头。里边去。大人，这是什么？我说过，这里面关的人，祸乱天下的魔头。对，有一个还活着。这么多链子，就为一个人？
就为一个人呐。看一眼就能活命吗？有这边。快找找陈明明在哪儿？ 等等！人都要死了，还不能满足一下好奇心啊？这人很危险，很危险啊！他叫小恩，我的腿因他而废。陈明明他就在里边，他无处可逃了。 暗道的门让他们给打开了。司令里，做什么？北齐战败了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紧张，总得说点什么。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活命，他们要杀的只是陈萍萍。你觉得他们还能放过我们？我们可以先杀了他，用他的人头换你我性命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王启年，大人。 玩命吧！好，你干什么？等着。是影子，就他一个，杀他！他就一个人。这外边都是高手，他一个人能撑多久？厮杀声好像越来越远了。杀出去了，莫非是对手实力孱弱？都是7品以上的高手。真不是我的主意。你说什么？ 影子要试探你，不是我的主意。什么意思啊？试探我？那外边那些人都是假的？他们真想杀我。那是有其他高手暗中埋伏，没有任何援兵。那你这话怎么说？影子一人可敌1000骑。我不知道，我就从来没见过影子带人出手。哦，司令里。 刚才影子离开，他们2个暂时不在我身边，我还以为你要挟持我，这可是你逃出升天的最后机会。我知道。怎么犹豫了？我不敢。在北齐，陈萍萍的名字与鬼神无异。 推我出去吧。陈萍萍，好好活着，等我出来。
他就怕我死在别人手里。他出不去。走。所以你知道这些人要杀你？知道。你也不阻止。监察院独立于6部之外，位高权重。我虽是院长，但是也防不了全天下呀。总有一些机构想尽办法派人混进来，而且他们个个都会隐藏。这样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都跳出来，一次暴露清楚。王青天。拿自己当诱饵，哼，都是聪明人，他们见不到我，怎会上当啊？走到现在，一个活口也没见着。自投罗网便是如此。我觉得在里面更安全。外边没声音了，应该没事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行事太狠？他们要杀人，自然也会被人杀。负重前行，确实身不由己啊。王启年，开门。哎，看这玉是不错哎。院长，属下一回院里，就看到影子在残杀同僚。我安排的。哦，你应该在监视北齐的庄墨涵，怎么回院里来了？事有蹊跷，庄墨涵不见了。庄墨涵进入京都以后，一直在鸿胪寺给他安排的住所，从不见人。属下觉得奇怪，就让手下扮成侍者进屋打扫。庄先生，能为您洒扫房间吗？庄先生。结果发现庄墨涵不在屋内。之前有谁见过他？太学、吏部、礼部、御史台，都有人拜访过他。看来都很仰慕庄墨涵，想当面请教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偷偷把人接走呢？院长，庄墨涵是文坛巨匠，一言一行都能影响天下的读书人。他就这么消失了，恐怕不是小事啊。把访客名单列出来，叫我看看。是，属下这次回京都，就是想请您下令彻查京都。这事儿就这么罢了。正好你回来了，把在京的各主办都招回来吧。我有话说。是。
院长，范大人，我先回趟家去，跟我夫人报个平安。那要没什么事儿，我也走了。那你等等，见见他们。都在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：1处主办诸葛，4处主办颜若海，你都见过了。2处主办在边界有事未归，5处主办黑旗，不在京都，6处主办影子，7处主办在江南办事没有回来，8处主办宣九，他负责书籍刊印。你不是开了个书局吗？归他管。宣大人好。剩下的就是费姐的3处了，费姐不在，暂替他管理事务的，就是躺着的这个。他是死了吗？他是范闲，院里提司。各位大人好。小师弟来了，我姓冷，费老的门下，咱们算是同门啊。冷师兄，这是我研制了一种新毒药，自己吃了几副，哎呦，药不错，没做解药，失败了，毒更重。哎呀，师兄辛苦啊！等我好了，请你吃饭啊，我自己下的厨。哎，别，这就不必了啊。行，我先休息会儿。哎，都认识了吧？那我就开门见山吧。今天有人在院里设局想杀我。范闲救了我。是影子动的手吧？我看见了。你认错了。我老了，以后范闲可以接我的班，你们多照顾。范闲才入京都不久，人都没认全呢。人可以慢慢认呐，我现在又不退。院长，监察院乃庆国最重要的地方，不是谁都可以接手的。属下以为范闲没有这个资格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不是来征求大家意见，我只是通报一声。我觉得挺好，别的地儿不管，我们3处一定支持小师弟。最后再说一遍，这事儿定了，不改了。有谁不服，找机会杀了我就是。散了。院里这些年风风雨雨，我本来觉着将来是你接替院长。院长今日这决定，确实让人心寒。颜若海，有一点要说清楚，我不是要争权，我诸葛没能力坐那个位子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皆以庆国为重。我知道。今日那些刺客的尸首我都看过了。都是胆大包天的。对，其中有好几个人最近和你交往甚密。刚才你怎么不说？颜若海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和你一样，一切决定都是为了庆国。
为什么？你问的是什么事儿？监察院交到我手上。是影子自作主张要试探你，这样也好，可以把事情说清楚。诸葛说的没错，我还没这资格。监察院是你母亲一手创建的，这些年，我一直替她守着。这个院子，终究我要还给你。时过境迁了，时间过了，初心未改。鸿胪寺去过了吧？是个好事。大战后，谈判求和是国之大事，用心做。我明白，你就好好的干。有什么不顺心的就告诉我，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，也告诉我，我来帮你解决。什么事都行。什么事都行。再困难的事情，我来办。回去吧，今天累了，晚上越发凉了，知道把被子盖厚一些。你的咳嗽还没好。年纪大了，病不好好。回头我给你抓些药。好啊。天地人和，君子务劳，夜半子时。你心神不宁。我去了宫里，若若画了太后寝宫的地图，我记住了。为何心神不宁？牛栏街刺杀是长公主的谋划。一个布局刺杀了，反过来安慰被杀之，这不好笑吗？陈萍萍说要把监察院交给我，还说我有困难告诉他就行。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，也告诉我。我差点把长公主的名字说出来。论杀人，我比他强。要杀长公主吗？毕竟是婉儿的母亲。要杀吗？长公主是权势重过生死，把她扳倒，赶出京都，会让她比死更痛苦。这我不会，我自己来。随你。说，闯后宫偷钥匙的计划也要缓缓，得找个更好的时机。你来定。说，你知道吗？监察院那个影子，武功很高。知道。他是大宗师吗？9品上。庆国不就那么几个9品上吗？说，你见没见过影子长什么样？没有。叔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去了趟监察院地牢最深处，那下面关了个人，特别恐怖。
着身都用铁链锁着。大人是副使，坐这儿。好。辛大人，我从未与敌国谈判过，有点紧张，不知一会儿该说些什么。别紧张，两国舌战就是谈判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言辞，就是说话啊，自当雅量，就是要懂礼貌，要客气啊，这就能彰显出我大国之气量。哎，反正待会儿啊，你什么都甭管了，就听我的吧。啊，好吧。我兄师所占一州之地，绝不可能还你们。那是我国疆土，你国疆土，还你国疆土，想要回去，派兵来打呀！要不这么着，我先宣布一下谈判暂停，等两国打完了以后再继续谈，你干不干？你粗鄙！尔等的嘴脸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说的可是真的？那当然了，听我细细道来。来，张兄，这边请，到我府上详谈。这家酒馆的招牌菜特别有名，我来。小二啊，哎，来了。小二啊，来，给我换个曲子啊。好嘞。好。范大人，这个午后呢，咱们还得接着谈啊，所以呢就不饮酒了。哎，这曲子对了，最适合我等读书人。辛大人，刚才谈判是否过于张扬了些？就是强势。不是大国气象吗？哎呀，将士们出生入死，赢了，我们不强势，对不起这些兵啊。好茶，其香悠远兮，扶摇登霄，其味空静兮，潜藏于窍。我大军所占一州之地，不可能还，而且你们还要赔付我大军开拔之资，这还怎么谈下去？本来也没什么好谈的嘛。辛大人，此次谈判，我方条件绝不会让步。你是突然疯了吗？这张纸条上有个新消息，我方的条件都写在上面，诸位可以先看看，咱们明天再谈。你也查查消息的真伪。这下糟了！这是北齐刚送来的密折。
院长，您找我。有件事你必须要知道，冰云被抓了。北齐锦衣卫干的，沈仲亲自抓的人。人还活着吗？活着。北齐要当他做谈判的筹码，他们要什么？首先要拿回这益州之地，其次要归还战俘，还要给他们北齐死去的兵丁发放抚恤。最可恨的就是这最后一条，他们要用萧恩和司礼礼换回严公子。萧恩啊，监察院地牢里关着那个。没错，那可是北齐的盖世魔头啊，曾经和陈萍萍齐名。那时候陈萍萍率黑旗千里奔袭，以双腿的代价才把他给抓回来。这样的人物要换回去。说的是啊，不过这次国战多亏了严冰云打探军情，传送密报，咱们才赢得那么顺利。更何况他还是监察院严若海的亲儿子。不换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。其实他们真想要的是萧恩和司礼礼。萧恩不能放，此人归齐必将疯狂报复。作为全国子民，我不能接受。不是放，是换。换冰云回来。我连夜北上，潜入北齐国都，设法救回犬子。此事北上救人比登天还难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必须如此。换不换不是你来定的，院长，也不是我。此事只有一个人能定夺。侯公公在，马上让监察院放人。陛下。另外，告诉鸿胪寺，朕打下的江山一寸都不放，其他的条件都好谈。那个严冰云必须活着回来。领旨。陛下就这意思。萧恩不能放啊！严大人，陛下有口谕。陛下知道萧恩是怎样的人，监察院能抓他一次，就能抓他第二次。严冰云忍辱负重，潜藏在北齐国都，呕心沥血。朕都知道，用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换回我庆国的未来，值了。严大人，还有你们，陛下还说了，要严公子活着回家。臣领旨，谢恩。谢陛下圣恩。范闲，把提词腰牌给我。给我。范闲，我们会再见的。陛下，鸿胪寺与北齐那边已经商谈定论，东夷使团那边也已经将礼物悉数转交，准备离京了。
虽有波折，鸿胪寺办事还算周密。传旨，明日启年殿设下夜宴，君臣同庆。是。但慢着，让北齐和东夷使团陪坐。快去！奴才明白，定会办好。明日夜宴，百官云集，北齐朝臣、东夷使团欢聚一堂，可谓盛事。庄墨涵呢？谁？我是说庄墨涵，他好像没有参与谈判。确实没有。进京都以后消失了一次，之后就一直在屋内静坐看书，再无其他举动。那就古怪了。一代文坛宗师千里迢迢来了京都，结果什么事儿都没做，就为明日吃顿宴席。明日夜宴要想发生什么，转瞬之间天下皆知。院长的意思是说，庄墨涵明日夜宴会有所举动，若有企图，必在明夜。那我们当如何？什么都不用做，瞧着就行。那岂不失了先手？也没其他法子。不知庄墨涵意欲何为，自然无法防范。还有一事，北齐那边送来消息，犬子被擒，或是因身份被人透露。北齐密探里有人告密？不是北齐那边。你的意思是说京都？是京都有人把他卖了。冰云潜伏北齐，此乃绝密，除了陛下以外，只有我们监察院的人知道。难不成是院里有人卖国？为什么不能？院长，属下以为当立即彻查此事。不必了，这是心腹大患呐！此事到此结束，不必再提。是。监察院成立这许多年，光阴流转，昼夜时刻，有些老东西也该换了。爹，找我。回来了，来坐。鸿胪寺的谈判告一段落了，明日上殿去稳这些啊。您说的是明日晚上的夜宴？这顿饭有什么不对吗？天下皆知，文坛泰斗尽在北齐。早些年，读书人甚至以北齐科考高中为荣。今年虽好些，但要说到文人，我庆国总是略有逊色呀。如今庆国文坛把希望都放在你身上。我？文坛？前些日子你写的那首《万里悲秋》被我朝文人评为当世奇言第一。哎呀，私底下很多人在说，这年纪就有如此成就，将来未必输给庄墨涵。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？一首诗是少了些，只是我朝盼文韵，如求甘霖。司马也当活马医了。那你就是那司马。所以明天晚上，所有人就在那儿看着我和文坛宗师庄墨涵的见面。哎呀，也不是让你语出惊人，你只要行止稳健，这就够了，啊。明天晚上您去吗？哎呀，明天设宴是为了鸿胪寺和礼部准备的，我以户部侍郎去做什么呀？别慌，我只提你一句：庄墨涵何等身份，怎么可能真与你这小辈为难呢？
明日夜宴，范闲议之，烦请庄先生为此子声明。你挂了红灯笼，说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就一直特别好奇，你到底是能不能看见？怎么我挂个灯笼你也知道，连什么色儿都知道？我很难解释。我能知道这一切，但不是靠看。心眼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说，我觉得你一直这么神秘，谁要是敢惹你，一定是自寻死路。咱们话归正题。明日夜间，皇室在祈年殿设宴。祈年殿，跟王启年有什么关系？跟谁？王启年。说，我觉得你不只是神秘，怎么最近思维也这么跳跃了？思维？我觉得，祈年殿跟王启年没什么关系。好吧。说正事儿啊！明日宴席主要是为了庆祝北齐一役尘埃落定，也算是件盛事。哦，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找你过来？我不问，你就不说吗？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！好，明日宴席散后，咱们夜闯后宫。决定了。一场盛事过后，正是松懈之时。好，计划不变。我引开洪慈祥，你入太后寝宫，找到钥匙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太后会把钥匙放在哪儿，所以藩长需要花些时间。他枕头下床板处有一处暗格，紧要东西都在里面。你怎么知道？小姐当年翻过。老娘为什么要翻太后的暗格啊？老太太寡居多年，看上去一本正经，不知道私底下会不会藏些情书。这是小姐当年原话。他就为了看点八卦，就去翻当朝太后的家底。虽然我不知道八卦是什么意思，但你说的没错。没人发现吗？是我替他把的风。你笑什么？千言万语，一时不知如何形容。形容什么？唉，先不管这些。总之，最大的难题，老娘当年已经帮我解决了。现在，只要确定钥匙在哪儿，我10有8九能拿出来。盗走钥匙，老太太怕会发现，放个赝品回去。你没见过正品，怎么事先做好赝品？这个我有办法。好，明日夜里，在这儿等我。